赵露思综艺翻车内幕，一句话惹怒全网，哭诉父母冷漠，真相令人不寒而栗。风暴中央的赵露思，一个疗愈综艺如何演变成全民围剿？2025年3月27日晚，一档名为《温情疗愈》的综艺节目如常播出，初衷是通过明星与素人的互动，传递生活的温度和希望。然而，节目播出后不到几个小时，社交平台便被一股前所未有的舆论风暴席卷，无数的争议、质疑、怒火全都指向了同一个人——赵露思。这位曾被誉为甜美担当国民初恋的当红女星，原本坐拥千万粉丝，凭借一张甜美的脸庞和一系列青春偶像剧，在观众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。然而，这一次，她却被卷入了自己亲手引爆的情感漩涡中，成为众矢之的。疗愈变控诉，赵露思节目中的痛苦独白惹怒众人。节目中，赵露思一改往日的活泼形象，以哽咽的语气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心理创伤。她提到，父母长期对她冷漠，自己在患病期间孤立无援，甚至独自前往医院看病。我打电话给爸爸妈妈，他们都没接。医生问我有没有家属，我说我一个人来的。这一幕被节目剪辑的极具煽情效果，镜头缓缓推进，背景音乐低沉哀伤，赵露思几近落泪的表情似乎在传达无尽的孤独。本以为这段倾诉能引发观众共鸣，结果却适得其反。网友并没有感受到共情，反而觉得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情感营销。最扎心的错位，在贫困山区孩子面前谈情感创伤。节目拍摄的设在一个偏远山区，这本是为了展现明星走进真实世界，与底层人民共情。然而，当一个小男孩眼含泪光，分享自己第一次拍广告的喜悦时，赵露思却冷不丁接话：我小时候也是觉得父母很冷漠，从不理解我。现场空气仿佛瞬间冻结，观众瞬间炸锅，评论犀利直指他的错位感。你在贫困孩子面前诉说豪宅里的孤独，是不是太讽刺了？双面人生的矛盾曝光，被宠爱的公主，还是被遗弃的少女？让人难以理解的是，不久前赵露思在另一档节目中曾表示，我爸妈特别宠我，甚至我说不想干演艺圈了，他们都愿意赔钱让我退出。但现在她又在新节目中讲述自己无依无靠、无人问津的成长经历。这种前后矛盾的说辞令人迷惑，她到底是谁？是那个被家人宠上天的掌上明珠，还是那个在病痛中孤独挣扎的可怜女孩？这种人设的巨大反差，直接击碎了她此前辛苦营造的公众形象。拐杖是权力的象征，一席话点燃全网怒火。赵露思在节目中还说了一句引发巨大争议的话：我以前觉得拐杖是权力的象征，直到我生病后才明白，它其实是对抗生活的一种方式。原本是想展示自己病后对生活的新理解，却被解读为轻视残疾人，将病痛当成炫耀的素材。网友怒斥：你知道多少老人是拖着伤腿在生活吗？你是在用痛苦玩概念。这段话在微博上获得近50万点赞，成为当日热评第一，成为整个风波的导火索。冷处理的沉默，沉默是金，还是火上浇油？面对如海啸般袭来的批评，赵露思及其团队选择冷处理，不回应，不道歉，不解释。然而，在全民信息透明化的今天，这种沉默并没有平息风波，反而被解读为逃避责任，毫无诚意。有网友评论道：不是不能哭诉，而是在你哭诉时，别人正在真正受苦。观众为何如此愤怒？不是明星诉苦不行，而是方式错误。中国观众并非铁石心肠，他们曾为袁隆平的辛勤落泪，为张桂梅的无私感动，也为不少明星的病痛经历送上鼓励。但赵露思的问题在于，她把痛苦当成表演，把脆弱包装成人设，而非真诚的共情。她想打疗愈牌，却在节目中输出的全是负能量。她以为在镜头前落泪就是动人，却忘了观众的眼睛雪亮。卖惨能博关注，但失去的是信任。在这个情绪泛滥的社交媒体时代，明星越来越倾向于用真实来吸引观众。然而，如果这份真实缺乏真诚，只会让人反感。
赵露思并不是第一个在节目中诉苦的明星，但她是第一个因此被全民围攻的流量女星，因为她把自我怜悯演成了一场精致的表演。她真的病了吗？还是病了人心？赵露思在节目中讲述自己曾患上心理疾病，并且身体状况一度非常糟糕，这本应是一段能够唤起大众共情的经历。毕竟，在高压的娱乐圈中，明星患上抑郁症、焦虑症并非罕见。但问题出现在他呈现病痛的方式上。节目刚播出不久，网友便发现他在所谓生病期间，频繁出现在活动中，状态良好，自拍不断更新，甚至还有各种轻松、欢快的短视频。他所描述的病痛与观众看到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，这引发了深层的信任危机，观众不再确定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他是否真的患病？如果是，他为何能如此光鲜亮丽？而如果不是，那他的哭诉又是基于什么？网友开始怀疑，这种脆弱是否仅仅是一次精心编排的公关操作？真正经历心理疾病的人，大多羞于公开，甚至难以开口，而赵露思在节目中却将这些私密痛苦像故事一样娓娓道来，却没有表现出内心深处那种无法言说的挣扎。反差太大，演得太满，让人难以相信她的真诚。病痛不该被消费，它是沉重的，是无助的，是需要支持与理解的。而一旦被拿来作为人设的包装工具，反而会让真正的患者更加沉默无声。这不只是赵露思的失误，更是一种对社会情绪的漠视。赵露思还能翻身吗？从甜妹担当到全网群嘲，赵露思此次遭遇的形象危机是一次空前的重创。她并不是没有翻身的可能，但这一次靠的不再是装可怜或秀脆弱，而是真诚的反思与转变。公众愿意原谅错误，但不愿原谅虚伪。若赵露思仍将情绪作为工具，将共情当成表演，那她终将被这股反噬的情绪吞没。娱乐圈里曾有不少类似翻车的明星，但他们终也有成功复出者，靠的不是洗白，而是用时间与行动重建信任。赵露思若想翻身，第一步必须是真诚面对质疑。她需要回应大众的问题，需要澄清矛盾的叙述，需要承担言行带来的影响，而不是继续沉默或美化自己。其次，她需要脱离人设依赖症。观众喜欢的是一个真实、立体、有缺点但勇敢面对的赵露思，而不是一个完美无瑕、总是苦情的角色。她可以表达痛苦，但不能利用痛苦来赢得同情。她可以展现脆弱，但不能用脆弱做市场筹码。最关键的是，她必须意识到公众人物的责任。在镜头前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影响成千上万的观众，尤其是青少年。如果她能转变思路，把这次危机当作成长的契机，或许还能重新赢得信任。否则，这一次不只是一次风波，而可能是演艺生涯的转折点。明星的光芒应当来自真实，而非炒作。在这个真假混杂、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观众早已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。他们有辨别能力，有表达权利，更拥有对真诚的极致渴望。明星们曾经可以靠人设走红，但如今靠表演脆弱、售卖苦难来获取流量的套路已经逐渐失去市场。赵露思的问题并不在于她哭了，说了自己的痛，而是她让观众感觉那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桥段。情绪有价，眼泪被剪辑，故事像剧本般精致，这种包装出来的真诚注定换不来理解，只会引来反感。他本该是那个用作品打动人心，用人格感染大众的明星，而不是用苦情营销博眼球的流量玩家。明星的影响力不容小觑，他们的每一个举动，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年轻人模仿的对象。如果赵露思将病痛变成表演的一部分，那传递给粉丝的潜台词就是只要你会哭，会讲故事，就能赢得关注。这不仅是一种价值观的扭曲，更是在消耗大众的善意。真正闪耀的明星从来不是最完美的，而是最真实的。他们经历过挣扎，也曾跌倒，但他们愿意站起来，改正错误，面对自己。这种光芒不靠滤镜，不靠人设，而是来自心灵的深处。赵露思若能明白这一点，或许未来仍有无数掌声在等待她回归。
结尾互动与感谢。感谢您认真读完这期内容。如果你对赵露思的行为有独特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踊跃留言，我们真诚期待与你讨论。她是真情流露，还是在卖惨博取关注？别忘了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娱乐圈最新独家爆料和深度解析。点赞加评论加分享，把这个真实故事告诉更多人，让舆论回归理性，让真相被更多人看到。我们是你每日的角度更新站，感谢你的陪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